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长安24季 vs 逍遥，爱优腾芒年终古装大战，谁才是真正的剧王？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影视市场迎来了年度最激烈的收官之战。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芒果 TV 四大平台几乎同时亮出了各自的压轴古装剧。逍遥、长安24季、勿扰飞升和玉明茶谷，这四部被网友戏称为古装四宝的作品，承载着平台收割年末流量、冲刺年度 KPI 的最后希望。今年的古装剧市场堪称神仙打架，从年初的国色芳华稳立女频口碑，大凤打更人点燃男频热度，到暑期档藏海传凭权谋质感，朝雪路以女五座探案领跑，再到秋冬唐朝诡事录之长安打破续集魔咒，市场持续高能。此刻登场的古装四宝，无疑将这场全年的竞争推向了最高潮。优酷派出的选手是《长安24季》，一部权谋悬疑大剧。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在于其王炸阵容，领衔主演程毅是古装剧领域的头部演员，拥有极强的收视号召力。更引人注目的是其配角阵容，汇集了刘奕君、王劲松、倪大红、张涵予等10多位公认的演技派，被网友调侃半个中国的老戏骨都来了。这种顶流加戏骨的模式，极大地提升了该剧的品质感和观众期待值。该剧由曾执导《鬼吹灯》系列的导演李磊执导，优酷将其作为 S+ 级重点项目投入。从已发布的先导片来看，画面质感和服化道水平都体现了较高的制作规格。不过，该剧并非由顶级 IP 改编，其影响力更多依赖于程毅个人的粉丝基础和戏骨们的号召力。爱奇艺则押注于仙侠巨制《逍遥》，该剧由谭松韵和侯明昊主演，两位演员都被认为兼具颜值与演技。谭松韵的娃娃脸使其在仙侠剧中扮演少女极具说服力，侯明昊的古装扮相也备受认可。剧集的一大亮点是赵丽颖的客串，这无疑为作品带来了额外的话题和关注度。更值得期待的是，该剧由执导过现象级作品《狂飙》的导演徐纪周掌镜，他的加盟被视为剧集品质的一大保证。目前信息显示，《逍遥》可能是一部原创剧本或由 IP 影响力相对较小的作品改编，因此其前期热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谭松韵、侯明昊和赵丽颖的粉丝群及导演的口碑。此外，该剧拥有上星央视的独特优势，这有助于其触达更广泛的观众群体。腾讯视频推出的《勿扰飞升》则选择了不同的赛道，这是一部轻喜剧风格的仙侠甜宠剧。其最大的优势在于 IP 基础，改编自月下谍影在晋江文学城拥有良好口碑和读者基础的同名小说。仙侠修真加轻松甜宠的题材，在女性观众市场中拥有稳固的基本盘。该剧主演李弘毅、陆廷玉、许佳琪属于新生代和偶像艺人阵容，整体卡司偏向年轻化和垂直圈层。该剧已于11月中旬上线，率先拉开了古装四宝的播出序幕。开播11天，在腾讯站内热度达到16413，但豆瓣尚未开分，目前市场的传播声量相对较小。芒果 TV 的《玉明茶谷》走的是古风言情路线，由侯明昊、古力娜扎主演，两位主演的颜值和古装扮相备受认可。剧集围绕茶文化展开，设定有一定新意。然而，该剧在开拍前后围绕男主侯明昊与女主娜扎的番位问题以及
剧情定位是否为大女主戏产生了较多争议。由于正旗下的欢娱影视制作，该剧自带于正作品特有的高话题度属性，但其作品口碑时常两极分化。这些争议虽然带来了前期热度，但也消耗了一部分路人好感度，为剧集的口碑埋下了隐患。这4部剧集的档期高度集中在1、12月，势必形成直接的收视竞争。但从类型上看，它们呈现出明显的错位竞争态势。长安24季是硬核权谋，逍遥是传统仙侠，勿扰飞升是清洗甜宠，玉明茶谷是古风宅斗。这种差异化为每部剧都留下了独特的生存空间。在这场混战中，最具剧王香的对决被认为是优酷的长安24季与爱奇艺的逍遥之间的较量。长安24季的优势在于其电影级的演技阵容和聚焦朝堂暗战与复仇的硬核权谋题材，剧情强调烧脑反转，既贴合男频受众偏好，也可能凭借群戏质感吸引品质向观众，受众覆盖潜力较广。逍遥则凭借谭松韵的观众缘、一人分饰两角的设定，以及狂飙导演徐纪周的叙事口碑和赵丽颖客串的话题度，叠加央视的播出平台，在观众基本盘和观剧门槛上可能更具优势。这场对决被视为权谋深度与仙侠国民度的一次正面碰撞。芒果 TV 的玉明茶谷面临的挑战在于，其主打的宅斗和茶文化概念可能局限于固定圈层。虽然剧中可能包含赘婿雄竞等反套路设定，以图带来新鲜感，但内容若流于俗套，则容易被观众放弃。这部剧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剧对情节和人物关系的设定与转化能力。腾讯视频的《勿扰飞升》作为已播出的剧集，其清洗风格在4部作品中别具一格。它率先锁定了仙侠甜宠的垂直受众，在某种程度上，它像是为另外3部重磅作品预热的一道前菜，其后续表现仍需观众口碑的检验。在此背景下，4大平台的古装剧风格也日益清晰。优酷今年上升势头迅猛，凭借《藏海传》和《凡人修仙传》引爆市场，待播的《长安24季》更增强了其冲击力。爱奇艺延续了其稳扎稳打的品质路线，通过《朝雪录》《唐朝诡事录之长安》等剧实现了 IP 加顶流的双轮驱动。